大家好，我是 Rachel， 今天是 PR 教学第3集，有请老爷。嗨，各位，今天要教内嵌字幕跟外挂字幕，不用管原理，因为原理是属于想当专家的人做的事。内嵌字幕是制作影片时编辑进去的，出片后就不能改了。优点是可以做成很多字型跟特效。外挂字幕是制作完影片后再上的，在 YouTube 就是俗称的 CC 字幕，可以被隐藏，也可以再次开启。听说 YouTube 上的 CC 字幕也算是在做 SEO。以前竞争力小的时候可以不上字幕，但今非昔比，很多上班族偷看影片是不能发出声音的。哦，不对，很多迷片的观众也对除了 Yamete 以外的日文对话有兴趣。哦，不对，反正怎么说都不对，那我就不讲了。只能说影片上字幕已经是品质的一种形式。坦白说，我个人看到没字幕的影片都直接跳过，因为我就是那个偷看影片的上班族。如果你想上字幕，那如何上得快、上得正确，就是你的课题。不过我已经研究出目前我所知最快很准的方式，无私的教给大家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虽然已经说了很多废话，那开始咯。今天的步骤有5个，请观众们耐心看完，一定会有收获。步骤1：确定剪辑软体可以导入 SRT 档后汇出 MP3。这部分太简单，就不多做说明。我使用的是 Premiere 2020，导入 SRT 档是没问题的。接着，当你剪辑完影片，确认这个长度不会再增减，将除了人声外的部分全都关闭，导出 MP3。步骤2：将 MP3 翻译为 TXT 档，每个 Enter 代表下一段。MP3 翻译成文字的方式有3种，方法1是听写，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方式，很容易手酸。很神奇的东西吧。方法2是安装声音辨识软体制成 TXT 档，在 Google 商店找到 Voice Notes， 再清楚的念一次。只要镜面反射，只要里面有反射的材料。只要镜面反射，只要里面有反射的材料。这软体辨识度很高，不容易出错，也可以设定让每句话换行，因为非常简单，新手也可以马上学会，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。方法3是使用翻译软体来翻译 MP3， 我用的是 PyTranscriber， 使用方式是打开软体后按 Select File， 选择步骤1的 MP3， 再按 Output Location 来挑选存放位置，选择语言，再按下 Transcriber Audio Generate Subtitles， 它就会输出成有时间标记的 SRT 档跟单纯的 TXT 档。将 SRT 档用记事本的方式打开，接着听一下 MP3， 修改错字再储存，最后汇入我们步骤3的软体。步骤3的软体等等会教，基本上这样就完成了。这方式是最快的，甚至还把时间标记都做完了。但也有缺点，那就是翻译的声音要清楚，而且不要有第2个人的声音，或者是环境杂音音乐等等。还有说话时句子间不能连着讲，像老爷讲话速度这么快，软体就会无法辨识断句，会导致时间标记区段内有太多字在里面，或是有些话没被时间标记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使用它转出来的 TXT 档来取代方法1跟方法2，我个人是交换使用，比较常用方法2，原因你们试过后肯定能理解。步骤3，精准的 SRT 校对错字已经在上个步骤完成，这个步骤是校对时间，我用的是 Argsub， 打开软体，将步骤1跟步骤2拿到的 MP3 跟 SRT 放进去。刚开始你可以改变声音呈现的方式，我个人用波形，对我而言比较好辨识。使用热键只有左键、右键、空白键、Enter 键，左键是决定起点会显示红色，右键是决定终点会显示蓝色，空白键是播放，按下去会播放从红色到蓝色区段的声音。Enter 是决定。如果你想增减内容，就可以在大块的空白区做修改。如果你想增减一段话，可以在该行右键按插入之前、之后来新增，按删除行来删除。时间轴的宽窄跟波形幅度等等，就自己去摸索吧。已经把饭菜都给你了，不用再教你怎么拿碗筷吧。假如你放进去的不是 SRT， 是 TXT， 那一样很简单，只要边听边核对，一直左键、右键、空白键 Enter，
比起汇入 SRT 有时漏字有时多字 ，TXT 全程自己标记时间能更加精确，最后就汇出字幕，挑 SRT 档就完成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时你会碰到 SRT 无法汇入剪辑软体的报错，我记得是文件错误而无法打开，那是因为你开口前的时间轴没有字幕也没有时间标记，所以我建议汇出字幕前，在第一行插入之前写上 start， 然后把时间缩短，这样肯定万无一失。步骤4，将 SRT 导入制作成字幕。步骤3的 SRT 可以导入输出前的影片，这就叫内嵌字幕，也就是说字幕也是影片的一部分。SRT 也能导入剪辑后的影片，做成外挂字幕。字幕跟影片是分开的，既然我都教到这里了，你也看到这里了，那内嵌跟外挂字幕我鼓励都要做，因为很简单。内嵌字幕就放进去而已，跳一下样式跟放置的位置，很快就大功告成了。外挂字幕就点进去 YouTube 制作字幕的地方上传 SRT 档，一样很快就大功告成了。步骤5，记得要订阅。看到这里还不点赞订阅，那真的是人神共愤了。阎罗王有高概率会为你打造第19层地狱，这句话是专为鬼月打造的应景，谢谢。